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因为最近2377还有2429的 KVK 在进行中，就看到有不少的玩家在讨论着，2377是不是已经超越了960或者是1093，成为最强的先锋王国？确实，这一次2377的表现也是做得非常好，而且我感觉他们比起上一次还要更强了。再加上最近1093他们王国应该做整顿的关系，所以已经变成2个主盟了。然后960在上一次豹哥弃坑了之后，都已经开始变得很少人了，就让我不禁感叹到以前那些比较强大的先锋王国都已经陨落了。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回顾吧，以前那些比较强大的先锋王国现在都变成怎样了？为什么他们会灭亡？那么首先是1002，我知道现在1002还是先锋但是他们这个王国实力是真的已经不是先锋了。1002为什么还在先锋的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之前无限的开放王国，让一大堆玩家移民去他们的王国里面，而且现在1002里面有很多高战农夫，所以就变成这个王国不管去到哪里，人家都不想要跟他们合作但是在以前呢，1002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先锋王国，甚至他们之前打奥西里斯联赛都有机会可以拿到冠军的，都是差那么一点点。甚至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以前1002曾经1打3过，哇哦！但是那一场 KVK 也算是1002最辉煌的一次了吧，之后就没有了，因为玩家都已经被亚老带走了但是说到1002移民过去960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是一个连贯性的故事来的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1052、1059、1530。那么又跟这几个王国有什么关系呢？听我娓娓道来。那起初在960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没有这么多大哥，是后来亚老他移民过去1002，然后找到一班比较强、比较活跃的玩家过去960。当时候960的口号并不是说我有多少金箱子，我有多少位大哥，而是说我们的玩家很活跃，我们的玩家全部都是精英玩家。那这个是不是打破了你们对960的印象？没错，以前960真的不是说我都是花钱去打赢你们的，而是真的只是靠玩家的活跃度。那么在这个游戏过了大概2年左右的时候，其实玩家都已经不太活跃了，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玩家是很喜欢打仗的，所以就听到这个1960他们的王国宗旨好像还不错，我就移民过去。并且当时候960是以华人为主的王国，然后刚好52、59还有1530都是以华人为主的王国，就有一些玩家移民过去了。但是在他们移民之前呢，又有一段故事，为什么他们会移民这边又有故事要讲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讲1052。不过我对1052的了解性没有这么高啦，我是根据大家对于1052的看法做出的一些说法，如果有些说错或者是有冒犯到的就多多谅解。1052其实在早期呢没有这么红，没有人知道1052到底是谁的，但是1052拿到了奥西里斯联赛冠军，并且那么刚好当时候他们争夺冠军的王国就是1052跟1059。那其实当时候比较多玩家是看好1059的，因为他们是最强的王国当时候啦，而且他们的玩家都很强，几乎每个玩家都是有氪金的。而且当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在1059，他们就有说到那些大哥准备的加速都是超过10年以上，并且当时候1059的战力好像是全服最高的，大家都很看好他们能够拿冠军，结果被1052拦截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1059一直走上老二的道路，甚至1052已经拿到了2个冠军，1059一个都没有拿到。但是这边要跟你们说，早期我们打光影交织呢是连续打好多个赛季，那时候还没有出征服赛季。各位也知道光影交织有多么无聊，我们能够打架的时间呢也就只有等到黄庭而已，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打温泉，然后再加上刚刚好他们那时候是奥西里斯联赛又输掉了，又拿第2名，所以在那个时期国王消失了一阵子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他把王位交给了另外一个代理国王，可是那个代理国王居然跟对方说要合作，不要打架，直接分奖励。那当那些1059的大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当然不满意我来这边是打仗了，你来这边跟我和解，所以他们当时候就直接把那个代理国王给灭掉了，然后王国突然之间解散，所以你们才没有看到什么任何的王星说为什么1059会解散，只有那时期的玩家或者是有认识的朋友在1059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已。但是在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，刚好爸爸就移民过去了所以严格来讲不是爸爸让1059灭亡，而是1059灭亡了，爸爸才过去。那么这个是现在1059的现况了，真的有点令人唏嘘了。曾经最强的华人王国，现在他们的联盟剩下55亿而已，
而且1059他们崛起的时间快，他们陨落的时间也很快，甚至那时候还没有出征服赛季，他们的王国就已经没了。在我们说完了1059之后，我们来说1052。在前面我就已经说过了，1052在早期呢是没有这么强大的，而且也没有这么多玩家知道他们。但是自从奥西里斯联赛拿到冠军之后，他们就打出了名堂，就招募到了很多玩家还有主播，甚至当时候有很多攻略啊之类的，全部都是由1052那边传出去了，还有一些奥西里斯联赛的策略战术之类的。在1052有很多优秀的玩家，但是在 KVK 方面就不是这样子了。那其实我知道1052的一些 KVK 故事啦，但是我觉得这边不要讲的这么详细，我就简单带过吧。其实国王也就是 Slowdy 呢，其实他是真的很能打的玩家，他可以跟你打一整天。但是剩下的玩家就不是这样子了，比较多的玩家就是把这个游戏当成游戏，上线的时间不是这么长。当然这边说的是大多数玩家啦，然后有小部分玩家其实还是很活跃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呢？其实在早期比较多的王国，他们招募新的玩家都是以说我的王国到底有多少个金箱子来招募的，就变成当时候有很多玩家呢，其实他们只是想要舔箱子而已，而不是真的要去打仗。再加上1052的国王，他的脾气会比较火爆一点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哦，没有污蔑他，所以就导致到有一些玩家受不了了，就移民过去1059，但是1059又灭亡了，所以他们最后移民到960。但是有一些玩家，他们创立了自己的王国，移民过去，就是1530。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故事呢？因为是舅姐跟我讲的。舅姐就是当时候1530的国王，而且当时候1530也是一个蛮强的王国。因为我前面说了，他们招募的玩家都是来自59或者是52，所以质量会比起一般的王国来得更好。但是最后1530没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因为官方推出了步步为牢。新的玩家是不知道有这个地图在的，只有老一辈的玩家才知道这个地图到底有多可怕，不能随机迁城，然后你派个部队啊，要走很长一段路，你每次要建那个建筑物之前呢，又要建地基。我在以前有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 KVK 介绍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。当时我只是想要抱着尝试的心态去挑战一下新的 KVK， 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结果变成这样。也因为那个地图各种限制，就变成有一些玩家他们就玩不下去了，就选择移民离开，或者是干脆弃坑。所以从那个时候1530呢，其实他们的王国已经开始往下坡了。不过当时候他们还是有玩家留在1530了，我记得后来还是有打过好几次 KVK 的。不过到了后来真的是玩家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国王就决定他们要集体移民到960那边去，就变成又少了一个先锋。但是960收集的移民玩家不只是这些，还有之前跟大家讲过的1412也是移民过去960的，而且是集体移民。但是1412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清楚啦，我只知道他们在集体移民之前呢，都打了很多次很难的 KVK， 都是被锁着啊，不然就是他们一个要打好几个。当时候1412还是很强的，或许是真的到了后来玩家也是变少了，所以他们才决定要移民过去960。那其实这几个陨落的王国我都是觉得蛮可惜的，假设这几个王国还在的话，应该会有更精彩的 KVK 可以看。那么其实今天我要做这个影片呢，是想要讲其他的先锋王国的，只是没有想到讲着就讲到后面移民的玩家，然后又那么刚好全部跟960有关系。就变成说好像是960王国是如何建立的。其实我想要讲的王国还有更多，包括1916、1556、1860、1123、1302等等，这些都是当年很强大的先锋王国，可能之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故事吧。当然我今天所说的都是大概而已，不是特别详细。当然你们还有更详细的故事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。不过今天这个影片有点太长了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能我考虑做下一集。自己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